收徒了，收徒了！未来的星河界第一宗门无极道收徒了！拜下一个师傅，许你一个未来。走过路过的美女仙子们都来看看呀！这个无极道什么来头？敢在暮云州第一仙门云雀仙宫的眼皮子底下抢人，不怕仙宫降罪吗？抢罪？一个跳梁小丑罢了。这小子叫林岩，3年前来拜师，被测出是个没法修行的废里根，受了刺激直接疯了。可不是嘛，在山下土包搭了个破草棚，就敢自称创立第一大宗门，还大言不惭只招美女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长得丑玩的花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兄弟，听我一句劝，别搁这丢人现眼了，赶紧回家治2亩地，好好种田，说不定还能娶个糟糠媳妇。修仙，等你下辈子重开再说吧。又是一无所获的一天，狗系统呀狗系统，你可真把老子给坑死了。开局废灵根就算了，非得让我建个只收美女的宗门才给奖励。3年了，整整3年，要不是我在草棚边上开了块荒地种菜，没等招到徒弟我就先饿死了。算了算了，自己都修炼不了，还招个屁的徒弟。趁早回家躺平吧。极品美女，我的任务有救了！你们无耻！我是消耗了仙宫的资源，但我秦家这些年向仙宫进献的珍宝，又岂止是我所用的10倍、100倍？如今汪家刚刚落难，你们便翻脸不认人，急着将我扫地出门，如此落井下石的行径，如何对得起云雀仙宫的堂堂威名？得了，秦玉，少拿以前的破事来说嘴。你若还是当年那个5岁练气、10岁筑基、15岁便问鼎筑基巅峰的绝世天才，就算你秦家亡了，仙宫也会把你当祖宗供着，绝不亏待。可现在呢？仙途漫漫无奇不有，可我还真是从来没听说过有谁的修为能越修越差的。自你修到筑基期第9层后，境界竟然开始倒退，短短3年，你就从筑基9层一路狂落到了炼气1层。如今的你与地上的废物烂泥无异，就算让你留在宗门，除了丢人现眼，又能如何？好，仙宫将我逐出宗门，我认了。但是沈峰，你与我有婚约在先，当年你能拜入仙宫，全靠我秦家倾尽家财为你疏通打点。如今仙宫落井下石，你不帮也就罢了，居然还伙同他们一起赶我下山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秦叶，你少在这给我装可怜！你们秦家给我砸资源，那是你们上赶着倒贴，你们自己犯贱，关我屁事儿！沈峰，你……我已经向婉儿师兄求亲了，识相的赶紧滚，不然休怪小爷我道法无情！好一个仙宫，好一个沈峰，我秦玉记下了。30年河西，30年河东，莫欺少女穷。他日我若修为大成，定将今日屈辱100倍讨还。牛啊，这剧情牛啊！莫欺少女穷都出来了，这不妥妥的废柴退婚流大女主模板吗？这丫头身上是不是还藏着个老爷爷的戒指啊？叮咚，检测至未入宗门的万劫不灭体拥有者秦瑜，为秦瑜出头，完成任务，奖励神器。狗系统装死了3年，一炸怕就造神器。万劫不灭体，光听这名字就霸气侧漏。这种结乎气运之女的好事，不干是要遭天谴的。好一个云雀仙宫，好一个名门正派，人家是天才时，你们像狗一样趋炎附势。人家落虐了，你们翻脸无情，连条活路都不给，就这德行也配叫暮云州第一仙门？我呸！放肆！哪里来的野狗，敢在仙宫脚下狂吠？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怎么，随手被戳中痛处，破防了？美女，这狗屁仙宫有眼无珠，不如改投我无极道门下。只要你拜我为师，我保你修为扶摇直上，收拾这几个臭鱼烂家，跟捏死蚂蚁一样简单。找死！Yes。什么？我看你是活腻了。算了，师弟，一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废物罢了，留他一条狗命已经是仙宫仁慈，跟他动手，平白脏了仙宫的声望。师姐教训的是秦月，这是你的命牌，从今往后，你与仙宫再无瓜葛。今日你若不服，3年后的五脉会武，尽可来闯山。届时你若能胜我，我将婉儿当场自刎谢罪；可若是没那个本事，就趁早找个凡夫俗子嫁了。走。等等，这位姑娘，话别说太满，日后很容易被打脸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会输给这个废人？信我，姑娘，论资质，秦苑是9天玄凤，你充其量就是只圈养的草鸡。真打起来，你必死无疑。看你长得还行，不如你也拜我为师，我保你度过此劫。简直……这怎么可能？师姐算了，这疯子身上邪门的很。之前吴师兄想教训他，也吃过大亏。我们走。还好系统给的新手保护期管用，不然早被打成渣了。美女，我的提议考虑的怎么样？拜我为师，我教你报仇雪恨。叮咚，恭喜宿主收到首图，宗门建立，奖励发放：问道果10枚，神品道具天地造化壶、9转乾坤杵，宿主修为提升至炼气9层，宗门驻地开启3年无敌绝对领域，禁止一切外敌动武。师傅，咱们这宗门大殿未免也太简朴了些吧？星河界第一宗门就这？哎呀，等以后咱们成了第一大宗，为师就在这门前给你立个100丈高的纯金雕像，让你这开山大子受万人敬仰。那真是谢谢师傅了。你先在附近熟悉环境，为师偶得天机，要去闭关参悟了。炼气9层，
老子憋屈了3年，终于踏上仙途了。天地造化湖神品，用于浇灌化腐朽为神奇；九转乾坤除神品，增强土地灵气。这他妈都是什么玩意儿？堂堂神品法宝，你让我拿去种地？还有这唯一能提升修为的问道果，上面居然写着宗主无效，狗系统，你玩我呢？师傅救命！有人闯进来了！小美人儿，可算让我逮到你了。我与你定亲多年，连你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。如今你家族覆灭，修为尽失，不如今天就从了我，做我的双修炉底，我还能赏你口饭吃。沈峰这个无耻畜生！师傅救我！你叫啊！方圆10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你就算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。在我的地盘动我的徒弟，问过本宗主了吗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个纯种废物！秦玉，你知道你拜的这个师傅是个什么货色吗？他3年前被仙宫扫地出门，就在这搭了个棚子，说要开宗立派。曾经的天之娇女拜了一个疯子小丑为师，你们俩真是绝配啊！他真的是个凡人废柴，难道我今天真的要受辱于此？小爷今晚要快活，识相的赶紧滚远点，不然又如何？不然要你的命！怎么回事？我的灵力，你咋这么能装啊？你个废物竟敢打我！仙威不可犯，我要杀了你！去死吧！跳梁小丑是吧？名垂青史是吧？仙威不可犯是吧？别打了，也别打了，我认输，饶命啊！这哪里是凡人？沈峰可是筑基期修士，竟然连还手之力都没有，最起码也得是元婴期大能。传闻都是错的，师尊他根本不是什么废柴，而是一位隐居在此的绝世大能。云雀仙宫可是暮云州第一仙门，师尊若没有通天彻地的手段，怎么敢在仙宫眼皮子底下开宗立派？而且还定下只收女弟子的古怪规矩。这所谓的废灵根，绝对是师尊为了掩人耳目，故意伪装出来的假象。他肯定另有宏图大略。仙宫那些自以为是的蠢货都被骗了。刚才沈峰骂师尊是废物时，我竟然险些信了那番鬼话。那些把师尊当傻子的人，才是真正的愚不可及。哼！别打了！Yes！ 我的灵力怎么会这样？天上，林宗主，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你饶我一条狗命啊！哦，方才沈大少爷不是还大言不惭地说要让我知道什么叫仙威不可犯吗？不，我是蝼蚁，您老人家才是真仙，这里是我的全部身家，都孝敬您。哼，这点破烂东西就想买自己的命，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吗？徒儿，这家伙是你的故人，今天也是冲着你来的，你想要如何处置？今日之事是我有罪，我不该对你起贪念。看在你我青梅竹马定有婚约，不，看在你们秦家和我们沈家世代修好的份上，你放过我吧！我恨不得将这无耻之徒物理毁灭。可是沈峰毕竟是仙宫弟子，若因我的私仇让师尊与仙宫交恶，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？算了，师尊，放了他吧。这丫头不愧是拿着退婚留主角资本的人啊，报仇都非要自己亲手来，有脾气。好吧，既然我宝贝徒儿都开口了，那你就滚吧。不过今天的事你给我记好了，以后再敢招惹我们无极道的人，小心你的狗头！滚！是，多谢林宗主，多谢秦师妹。对不起，师尊，徒儿给您添麻烦了。师尊，徒儿没有给您惹麻烦了。好端端的跪在泥地里做什么？快起来说话！师尊，徒儿今日连累您了。这小丫头长得也太犯规了吧，倾国倾城都不足以形容啊！师尊，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叫连累？沈峰乃是云雀仙宫的外门弟子，师尊今日为我出手，将他打成重伤，仙宫一向护短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弟子入门不过短短1日，就给师尊招来这般滔天祸旦，实在罪该万死。你说的连累
就这？那小子敢闯我山门，辱我弟子，莫说他跟你有仇，就算没仇，我也定斩不饶。我林岩作为一门之主，要是连自己的徒弟都护不住，还开什么宗，立什么派？至于那云雀仙宫，管他来的是什么元婴真人，还是化神老祖，只要他们敢踏入我无极道半步，必然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化神，那可是无数修士终生无法企及的神话境界。云雀仙宫能成为霸主，也是靠着化神长老坐镇。师尊竟对他们嗤之以鼻，莫非师尊已是传说中破剑飞升前的炼虚之境？系统给的3年新手保护期，绝对无敌领域。3年内，谁敢在我的地盘动用法术？别说化神，就算是真仙下凡，在老子的1亩3分地里，也只有乖乖挨锄头揍的份儿。接着，这是仙品以上的灵果。当年我从炼气突破筑基，家族倾尽底蕴，才勉强求得1枚仙品灵果的果核。就那1枚果核，便让我修为1日千里。可现在，仙品以上灵果千年一熟，如此多天地造化的绝世贵重之物，弟子万万不敢收。几个解渴的果子而已，有什么不敢收的？这种果子，为师这里有的是。你以后乖乖听话，好好修炼，表现好了，为师再赏你。这不可能！师尊的底蕴到底恐怖到了什么地步？弟子拜谢师尊赐宝。我的修为，炼气1层，炼气2层，炼气3层，这哪里是在吃果子，简直是在生吞一条极品灵石矿脉啊！炼气9层，筑基期，筑基1层，筑基5层，筑基9层。这怎么可能？绝症竟然被几枚果子逆转了，仙品灵果竟恐怖如斯！恭喜弟子秦瑜突破筑基，奖励问道果5枚，天品功法1部，修为反哺提升至筑基5层。妈的，狗系统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师尊想必早就算了这一切。师尊真乃神人也！徒弟筑基9层，师傅筑基5层，你让我怎么装下去？好歹能兜住老子的底裤。时候不早了，为师要歇息了，你也去休息吧。明日起来，为师传你一套功法，切莫让为师失望。莫长老，你可千万要为弟子做主啊！你这副惨状，成何体统？说，谁干的？长老，今日弟子奉您老的法旨，去将齐云那废物赶下山门。谁知那贱人临走前竟心生歹念，私吞了弟子的家传至宝。可那贱人非但不还，居然还伙同那个在山脚下搭草棚招摇撞骗的宗门弃子林岩，对弟子痛下杀手。长老，他们胆敢在仙宫山门脚下行凶杀人，这哪里是打弟子的脸？这分明是在藐视您老的威严，践踏我云雀仙宫的千年声誉啊！弟子恳请莫长老主持公道，亲自出山将齐玉那个贱人和那个不知死活的废物骗子捉招回仙宫，处以极刑。你当本座老糊涂了吗？当年你以凡品连根拜入仙宫，全靠秦家砸钱打的。秦月气海乙干连个凡人都不如，那个林岩更是个废灵根。你堂堂筑基期，怎么可能败在2个废物手里？说，伤怎么来的？长老明鉴，弟子真的是被他们打伤的。他们用了邪法禁锢了弟子的气海，而且什么？而且那个废灵跟林岩不知道用了什么逆天的法子，竟然已经成功炼气了。弟子探查，不是刚踏入修行的气息，反倒像是隐藏了100年，如今才显露出来的老怪物。废灵根乃是死根，绝不可能修行。让他修炼到炼气9层，简直比铁树开花还要离谱。除非这小子身上有着能逆天改命的绝世机缘。我困在元婴9层多年，若能夺了这份机缘，化神期指日可待。这是回春丸，3日内可痊愈。伤好后，给本座死死盯住他们。今日之事，若敢走漏半点风声，本座抽你的魂！滚！是，弟子明白。不行。今日我那件大事即将收网，暂时分身法术。此事若成，好处绝不亚于突破化神。就让那小子再多活几天吧。这丫头不愧是万劫不灭体，系统给的功法才练10几天就这威力了。更气人的是，她吃果子突破金丹，狗系统反哺给我的修为居然卡在了筑基9层，只差1步啊，就差1步，老子就结丹了。结果现在徒弟金丹地府筑基，这他妈还有天理吗？狗系统，我问候你祖宗18代。师尊，弟子这套功法练得如何？勉勉强强吧，但离真正的八荒豪战之意还差了3分火候。请师尊急示，弟子哪里练得不对？你且说说，何为鏖战？当是勇猛精进，一往无前。肤浅。这分明是编不下去了。修行之道，贵在悟性。今日便罚你拿这把锄头去后山开垦灵田。师尊高深莫测，此举必有深悟，弟子遵命。
这气息竟比神料还要玄妙万倍。师尊他到底是什么级别的万古巨头？不能再胡思乱想了。师尊让我开垦灵田，定是为了磨练我的心境。八方鏖战诀讲究以战养战，既然如此，我便将战法融入处法。第一式猎山式，第二式游龙式，刚柔并济，方位鏖战，我懂了。第八式归师式。多谢师尊赐无上神器，指点迷津，弟子虚悟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家传重剑怎么会生出如此邪气？警告！触发紧急随机隐藏任务，宗门东北方检测到极度异常波动，宿主可携弟子前往探查。注：死亡概率高达70%，请选择接受、放弃。莫道友放心，有老夫的九幽锁魂绳，这崽子插翅难逃。血煞老魔，再加把劲了，孽畜要挣脱了！血煞老魔，你若再敢藏私，咱们今天都得死在这儿！快祭出你那件血河图！莫道友说笑了，老朽哪有什么血河图？放屁！你这几年潜伏在我仙宫周围偷灵气，又吸干了这方圆百里的生灵，你不是在练血河图，是在干这什么？我莫问道以元婴立誓，今日若对血煞道友不利，必遭天道反噬，心魔噬体，元婴溃散而亡。好，莫道友爽快，老夫今天就拼了这把老骨头！血河图给老夫开，受死吧畜生！炼虚期大妖的精元果然大补啊！不好！我的本命法宝！就是现在！嘿嘿，好个畜生，总算降服了。莫道友，为了炼化这畜生，老夫连本命法宝血罗图都被毁了，损失了上百年道行。等下分食这畜生神魂时，你可得多分老夫一份呐。那是自然。我问道，你干什么？都已经修到元婴境界了，居然还如此天真。本座乃是堂堂云雀仙宫的长老，名门正派，岂会与你这种丧尽天良的魔道邪修，也算是替天行道。你要杀我，你可是立下元婴血誓的。若杀老夫，你自己也难逃天道反噬，必定走火入魔而死。是吗？连法宝映照出来的幻象都看不出来，当真蠢钝如猪。这畜生身上的妖气还不够纯粹，正好用你元婴里的百年煞气再磨他一磨。再吸干了你的修为，他就该彻底为我所用了。练，以元婴为引，炼虚大妖为材，待魂魂炼成，本座的未来就骑着区区化神。如今，这通天大道终于是我的了。谁？是你，秦月！你周身的灵力，你竟已跨入金丹之境！这怎么可能？半个月前我亲自探查过，从炼气到金丹，这是什么匪夷所思的妖孽速度？莫长老，托您的福，若不是您将我逐出师门，我怎能修为尽复，更一举突破金丹？没您的绝情成全，绝无情缘今日。好久不见啊，莫长老，您不记得我这个废灵根了吗？林岩，是你这个废物！叮咚，隐藏任务 BOSS 莫问道已发现宿主，请宿主在30分钟内击杀莫问道，释放被封印的妖灵，超时未击杀或宿主死亡，任务直接判定失败。倒计时现在开始。这不可能，沈峰不是说他只有炼气9层吗？若真是炼气7，为何我堂堂元婴9层竟然看不穿他？难道说沈峰的蠢货被骗了？这小子真是个隐藏不露的老怪物。仙宫的人没来，
倒来了你们2个。你们2人隐匿气息潜伏在此，究竟想干什么？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杀你啊！您瞧这风和日丽的，我们师徒俩出来散散步，没想到竟能撞见堂堂仙宫长老勾结魔道妖人，在这里偷偷摸摸的搞封印。哎呦，我刚才可是听得跟真真的，这鼎里封印的是一只炼虚境界的妖灵吧？我要是把你给宰了，这宝贝岂不是就归我了？而且啊，你为了炼化这妖灵，先是勾结邪修，利用完人家之后，又假造元婴血誓，从背后捅刀子。论阴险毒辣，你可比那魔道妖人还恶心100倍啊！我是把你杀了，绝对算得上是替天行道，造福苍生吧！满口胡言的庶子，找死！是啊，我可是元婴的9层，哪怕我刚刚大战消耗了极多灵力，还受了暗伤，但我随手一击也绝非一个刚结丹的黄毛丫头能接下的。莫长老，我与元儿好歹也算是你的故人，就算要动手，也犯不着这么轻击败坏吧？还是说，因为我们撞破了你这不要脸的丑事，你恼羞成怒，急着杀人灭口了？本座今日必将你抽筋扒皮！月儿啊，为师今日再教修仙界的至理名言，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名门正派未必光明磊落，而那些被喊打喊杀的魔道邪修也未必就比他们坏。就比如咱们眼前这位莫大长老，表面上道貌岸禅，实际上骨子里烂的连个邪修都不如。你以后再遇到这种衣冠禽兽，可得被他们骗了。弟子受教了。无耻去死！什么？该死！疯！给我疯！好机会，月儿，就是现在，趁他病要他命，用为师刚教你的八荒豪战诀，干掉这个老淫伦啊，不，老贼！遵命。呀！系统可是说了，这任务死亡率高达70%啊！我这筑基啊不金丹1层的菜包上去就是白给，只能先让大女主徒弟上去试水了。月儿啊月儿，你可是有主角光环的女人，你可千万要硬起来啊！你要是顶不住，师傅我可就只能先跑路了，干他丫的！八荒鏖战诀第1式猎山式，该死！幻身玉凝，血影凝结。幻身玉，仙宫长老的保命底牌。小贱人，竟然比老夫用掉唯一的一次保命后手，当初就该一掌毙了你！这风灵锁专克你们这些体修，给我锁！秦羽，快走，这是个陷阱！八荒鏖战诀第2式游龙式，残影瞬步，极限闪避。雕虫小技，变阵。区区金丹，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！死！好！元婴期修士的恐怖，仅仅是一丝威压，便让秦月感到窒息。这便是元婴期的神通，一念化形，举手投足间便可毁天灭地。月儿，若是觉得不敌，抽身回来即可，莫要再与他缠斗了。师尊让我退下，他定然是见我受伤心疼我了。他想让我退回去，由他亲自出手教训这个老贼。更何况有师尊这种绝世大能在后方为我坐镇掠阵，区区一个元婴老狗有何惧哉？师尊放心，弟子绝不会让您失望。啊！不是我让你回来跑路，没让你开打拼命啊喂！强弩之末，自寻死路，杀！八荒鏖战诀第3式破心。这是什么气势？怎么可能？这是天品功法八荒鏖战诀。这等天品功法深奥无比，连元婴修手极难炼成。这丫头不过是个金丹期的小辈，这一剑的气势分明已经达到了小成之境。区区一个金丹小辈，居然能伤了老夫具备着70%实力的分身。我体内的血液如同岩浆般在沸腾，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八荒鏖战。老狗，再来！该死！八荒鏖战，回功不手摇。
什么？等住！这是神气之威，那股生生不息的神灵之气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这是超越神品、迈向圣品的无上圣气啊！扮猪吃老虎，他绝对是在扮猪吃老虎，他必定是隐世老祖。完了，我到底招惹了一个什么级别的恐怖怪物啊！师尊，徒儿没用，没能亲手宰了这老贼，给您丢人了。我操！我这金丹一层的菜鸡，情急之下随便扔了个锄头，居然把元婴老怪的分身给秒了。老贼被浩成大惨，系统时间也不多了，该轮到本宗主亲自出场装逼了。傻丫头，瞎说什么呢？这老东西可是元婴期的大修士，你才刚入金丹，能把他逼到自爆身受重伤的绝境，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既然这锄头这么猛，那本宗可就不客气了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只剩下半条命的老狗，还能扛得住我几锄头？前辈，且慢动手！小人有眼无珠，见前辈手持无上神器，想必是出自上帝的通天大能。小人冒犯前辈尊驾，实在罪该万死啊！小人自幼向道，苦修上百年才得来这元婴修为，实属不易。这鼎内炼化的妖灵虽然珍贵，但对前辈您这等大能来说，不过是锦上添花之物。还请林前辈看在小人修行不易的份上，饶小人一条狗命。只要前辈高抬贵手，小人愿立刻立下元婴血咒。从今往后，甘当前辈座下走狗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又是元婴血咒。我的莫大长老，上一个相信你元婴血咒的人，喏，就躺在那儿呢，尸骨都还没凉透吧？再说了，你这家伙又老又丑，我要你做我的走狗干什么？看着都反胃。老子系统的规矩是只收极品美女，你个糟老头子算哪块小饼干？更何况系统任务就是宰了你，你不死，我怎么拿奖励？哦，前辈何出此言？血咒幻象只能骗血煞老魔那种蠢货，以前辈通天彻地的修为，小人若是敢在您面前弄虚作假，你一眼便能看穿，根本无需顾虑啊！小人自知天资愚钝，区区元婴确实不配追随您左右，哪怕前辈容小人炼化这只妖灵，小人立刻就能破气化神。届时，哪怕前辈是合体期的绝世老祖，也不算辱没了您的门楣吧？若是前辈还是看不上小人，那小人还有别的价值。小人在云雀仙宫执掌外门多年，仙宫底蕴深厚，许多绝世功法、镇宗宝物藏于何处，小人都一清二楚。只要肯放我一马，小人愿做内应，同前辈里应外合，将云雀仙宫的千年宝藏尽数献给前辈。对不起，你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为什么？明明这鼎笼中的妖灵对你根本不值一提，你放我一条生路，我给你仙宫宝藏，这不比杀了我划算100倍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就是不肯给我一条生路？老哥，你要是早说拿宝藏换命，我说不定真放你一马了。可我是个金丹期的菜鸡啊，隐藏任务必须干掉你，所以对不住了，请你去死吧！玄天护心镜，只要再坚持半炷香吞了妖灵破境化神，我就算燃烧精血也能全身而退。开！魂为引，境为媒，9重天血护我真身。叮咚，检测到仙品护身法阵。我操！本来还有20分钟的，你直接给我砍到1分钟，狗系统你他妈是不是玩不起啊？妈的，拼了！给我破！45、44、43，给我碎呀！30、29、28，妈的，这龟壳就是个仙品吗？老子拿的神器怎么砸不烂？不对，老子只是个金丹1层，而这老狗是实打实的元婴巅峰。
元婴老怪用命撑起的仙品防御，就算是神器在菜鸡手里也没那么容易破开。这老狗在燃烧生命拼命，他在强行加速炼化妖灵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大招！受惩戒吧，惩戒吧！3、2、1，哈哈哈哈哈！妖灵已成，我莫问道化神指日可待。完了，任务失败了，老子要凉了。最后还是差了一点点。本宗主装了半天的逼，合着全白忙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妖灵明明已经被我炼化了，怎么还会？这剑。师尊小心！我操，那妖灵不是被吞了吗？这他妈又是什么情况？系统，你大爷的，赶紧滚出来解释一下！真是千钧一发呢，只差1秒，本姑娘的肉身可就真要被炼化了呢。要是肉身毁了，本姑娘都不知要等上几千年才能成精。叮咚，恭喜宿主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击杀隐藏 BOSS 莫问道，释放封印妖灵。啊，老贼自己炸了，也算我杀的。这只狐狸精就是我要救的妖灵，听个故事就能拿隐藏奖励，还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。喂，那只狐狸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会从莫问道身体里钻出来？见过郎君，本姑娘名唤柳青青，本是青丘国九尾天狐一脉。1000年前与云雀仙宫宗主那老牛鼻子斗法，那伪君子破不了我的神通，却贪图本姑娘的原因，妄图逼我与他行苟且之事。本姑娘宁死不从，他便使阴招将我困了1000年。10几年前，莫天问那小儿发现了禁地，竟博同魔道邪仙，想将本姑娘直接炼化成丹药吃掉。幸亏3年前我趁他们不备，分出一缕神魂逃出，附着在了这位小姑娘的重剑上，靠着吞噬小姑娘气海里的灵气，才勉强滋养活了自己。若非如此，今日怕是真要生死道消了呢。这云雀仙宫啊，当真是没一个好东西呢。所以说，按照你的说法，这整整3年来，一直藏在我的气海里，像吸血虫一样疯狂吞噬我的灵气，导致我境界一退再退的罪魁祸首就是你。可不就是本姑娘吗？你这丫头之前修为太低，自然察觉不到本姑娘。而且你身负不灭神皇体，你这体质吸收灵力的速度是常人10倍不止。若是换了旁人那点可怜的灵力，怕是连本姑娘一缕残魂都养不活呢。你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傻丫头，若非你有此遭遇，你现在最多也就是个云雀仙宫的井底之蛙。若非跌落谷底，你又怎么会遇到这么好的师傅呢？再说了，就算你遇到琳琅君，本姑娘本也打算重塑肉身后好好补偿你的。所以说呀，无论如何，咱们2个之间都是恩大于仇。好了，月儿，这狐狸的话虽然气人，但也有几分道理。若不是你有那番跌落谷底的遭遇，咱们师徒2人确实无缘相识。说起来，我们能成为师徒，还真得谢谢他。那是，要不是这狐狸吸干了你的灵气，你还在仙宫当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呢。我这破草棚哪能招到你这么逆天的大女主徒弟？咸鱼翻身全靠她呀！听师尊的。不过嘛，一码归一码，就算你说是恩大于仇，咱们之间的账今天也得好好算算呀。郎君说的账是什么？想要怎么算呀？第一，若非我们师徒拼死相争，你早成丹药了。第二，月儿供养你神魂3年，我们算救了你2次。既然救了你2次，你这位炼虚期大妖总该给点微不足道的补偿吧？只是本姑娘被封印上1000年，法宝早就被炼化干净了。现在的本姑娘两袖清风，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报答郎君了。不过，本姑娘的原因尚在。若是郎君不弃，本姑娘愿意传与郎君。我们天狐女子的原因极为珍贵，对修为必定大有裨益呢。我操！老子2辈子连女孩子手都没摸过，这奖励好像比法宝刺激多了。你，好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，居然敢当着我的面勾引我师傅！哟，咱们的小鱼儿急了呢。小鱼儿这般紧张激动，莫非是对自己的师傅存了什么不该有的女儿家心思？做徒儿的要是打起了师傅的主意，那可是以下犯上。
这种事情太刺激了，你还小，姐姐怕你把握不住呢。你这乱嚼舌根的死狐狸，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今天非撕烂了你的嘴不可！好了好了，别再闹了。那个修炼的事情，咱们日后再说。你身上当真没什么法宝、功法之类的东西了吗？法宝是真的全消耗光了，若说勉强算得上法宝的，只剩下本姑娘这件衣裳了。可若是给了您，本姑娘可就没衣服穿了。其实若不是有月儿在，倒也不是不行。至于功法嘛，本姑娘会的可是青丘秘传，郎君若是学了，怕是也要长出毛茸茸的尾巴来呢。谁说我是正人君子了？我只是想研究材质。郎君既然不忍要本姑娘的原因，也不要本姑娘的衣裳，那收本姑娘为徒如何？听闻郎君的宗门专收绝色美人做弟子，您看本姑娘够格吗？叮咚，系统终于炸身了，恭喜获得终极隐藏奖励柳青青，正式开启全新隐藏主线踏仙宫。搞了半天，这隐藏任务的终极奖励居然就是这只狐狸精自己！不行，师尊，这妖狐诡计多端，心术不正，您绝对不能收他为徒，当心养虎为患。月儿师姐说的好生荒唐，本姑娘哪里心术不正了？本姑娘被封印了整整1000年，又差点被那老贼炼化成丹药，如今修为大跌，本姑娘只是和师姐一样，寻求师尊的庇护，这又有什么错呢？师姐这莫非是怕师尊收了本姑娘之后，本姑娘会分了师姐的资源？师姐你放心，我得叫你一声师姐，将来你做大的，我做小的，本姑娘绝对不和你争你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打住！你们俩都给我打住！系统提示还在响，面前是怒发冲冠的大徒弟，脚下是疯狂撩拨的二徒弟，这他妈哪是收徒啊？这分明是修罗场啊！行了行了，你起来吧，我收下你了。恭喜宿主收九尾天狐柳青青为徒，奖励问道果10枚，获得隐藏任务奖励神品道物5行八卦炉。由于新弟子柳青青触发额外暴击，将宿主修为提升至金丹5层，奖励圣品道物圣品丹药地反洗髓丹1颗。太初圣辉，这要是把锄头升级了，我还不直接无敌？圣品丹药能彻底改变修行命运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老子终于有灵根了！这丹药简直就是为老子量身定做的呀！师尊，师姐莫慌，师尊他应该是有所顿悟，正在突破呢。当真？这是九霄灌顶！传说之中，只有无上圣物认主，或者是大成期的真仙突破境界，准备飞升时，才会引发这种跨越天地法则的恐怖异象。难道说，这位看起来年纪轻轻、穿着粗布短褂的师傅，竟然是一位隐藏在下界、即将破剑飞升的大成期仙人？